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战略竞争法到习近平交班，看中美关系的临界点。我们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迟到非常抱歉，向大家道歉，因为我们准备的时间太长了。那么另外一个主要是有一个资料我们查了很久，超出了我们的时间那么这是一个错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21号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是一个里程碑那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法案的起草人之一叫 Bob 孟南德斯说，这个法案让我们的国家可以在权力、政治、外交、经济、创新、军事，甚至文化等每一个维度上去面对中国的挑战这个话说的非常的有力那么这个法案有300页长那么是民主党和共和党2个党在对华政策上走向强化对抗的一个法案，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中美新冷战的一个标志那么战略竞争法动员外交、经济和其他的战略工具来抗衡中国，比如人权、民主台湾事务印太事务，那么科技竞争和选择跟中国对抗。那么这个法案有一系列的要求，你可以看到它的属性，要求美国官员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给予更多的援助，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范围，然后以更有力的投资银行应对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等等。甚至呢，他提出一个要在2022年到2026年度这个每年拨款3亿美元，很多钱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那么给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让他去对抗中共在全球的恶意影响这是很大一笔钱所以说这是一份这个全面对抗中国的法案，一点都不为过那么战略竞争法案在外交委员会通过，那么它在美国国会就是参议院、众议院通过的时间不会太久那么当然美国政府如何行使这个法案赋予的权利，做到哪一步，什么时候做行政部门有一定的裁量空间，但是在中美关系现在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应该没有太多的这种缓和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拜登政府会尽量的利用这个法案提供给他的各种政策工具，去实施他的对华政策。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法案会推动中美关系的对抗。那么目前中国在高举这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这个旗帜之下可以看到结果，这个法案的推进，中美之间的对抗会更加激烈那么新冷战，我们说中美之间的对抗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冷战的状态这个我们之前早1个月我们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那么美国外交界、美国智库那么是这样形容这个战略竞争法案，说这个法案跟竞争没有关系那么这是对中国的冷战宣言而且是以最负面的方式来阐述任何中国的行动或者意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法案的结果会缩小中美合作之间的空间，那么激化两国之间的对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这是一头就是美国这一头。中国这一头习近平这2天去了
海南和广西视察。那么新华社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习近平背着手站着漓江的旁边神情凝重这个灰白的头发脸色苍老而疲惫那么习近平的相关表述也让他在广西的一番话其实让人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习近平这次去海南去广西，广西是视察，海南去授旗，授旗是3艘主力舰，其中有一艘是这个战略核潜艇授旗，给他主要是入列仪式那么然后呢，就去了这个广西。广西在参观什么呢？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大家知道是红军撤退在湘江上发生了一起血战那么这场血战红军伤亡惨重，几乎是不能说全军覆灭，但是也是折损了90%的兵力那然后呢，他去参观这个。那么如果说你3艘军舰下水那么目标是指着禁止台湾原指日美那么多少有一点壮声威、壮军威的这种意思。但是习近平在这个湘江纪念馆上讲的话，这个气氛就有一点不大一样他站在纪念馆前说他说红军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念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的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他说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这话里面多少有点悲音大家能听出来吗？就是那种悲音有一个历史巧合，习近平发表这番讲话是4月25号那么1644年的4月25号就是农历3月19号那一天这一天呢，闯王李子成攻入北京那么崇祯皇帝眉山自尽，300年大明王朝一朝覆灭远的不说，就说眼前那么按照中共6·4以来建立的这个政治传统，习近平应该在20大交班，他已经干完2届但是呢，他在19大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然后这个大家都认为他是想要终身制，至少要多干2届，一两届至少因为他把这个他隔代指定的接班人给抓了。那么就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说法流行起来，说是什么？说是习近平以统一台湾作为再干1届的理由问题是这个说法党内能接受吗？和平统一不存在可能性，为什么？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民进党在执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香港的这个坏的示范作用也让台湾人警醒，所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根本就被扔到垃圾桶里面去，所以和平统一不存在可能性，至少在短期之内。那么武统的后果当然不主要是军事上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经济崩溃是必然。你想一下，一打仗意味着什么？首先你房地产肯定是不用考虑了，房地产一出问题，金融体系肯定要出问题，其他的就不用说了。中国出口
中国是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如果西方国家如果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崩溃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啊。然后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全部放在一起来，经济崩溃并不，我们不讨论军事的后果，我们只讲经济的后果。也就是说，武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大家愿意吗？大家中共党内能通得过吗？这个问题啊，如果放下台湾问题硬扛，就是说台湾问题不作数，一风吹，我就是要干下去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干下去的话，就不是干一届的问题。为什么？你多干一届下台，后面的人继承人要跟你算账，你也不好办了。所以要干就干一辈子。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他要么下交班啊，面对会不会后面有人找他算账的问题，那么要么呢，他就得干下去，他不会干一届就下台啊，这肯定不是选项。那么干一辈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啊。那么真要这么干，对中共本身有好处吗？啊，那么习近平能不能获得那么大的政治上的支持，把这件事情干绝啊？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所以我们在看那张照片啊，你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并不轻松。现在已经4月份了啊，中共20大明年开啊，这时间并不长，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那么轻松，也不是那么容易，其中这个权衡为难，谁都不知道，习近平他自己知道。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这个面部表情来探寻一二啊。那么过去2年，那么习近平的言行其实表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个表达非常的矛盾啊。一方面他说东升西降，他跟自己的亲近的干部都在这么讲，东升西降，时与势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意思就是越往后越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又说美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啊。一方面庆祝这个脱贫全面脱贫，然后又这个抗击疫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另外一方面又警告要警惕这个黑天鹅、灰犀牛等突发事件啊。一方面又讲这个要不忘初心，把红旗插遍全球。另一方面又强调什么要有底线意识，要抓两面人啊，要抓，甚至把两面人当做用最强烈的言辞来这个对付这个两面人啊，对谁都不放心啊，对谁都要强硬啊，然后对谁都要控制，然后谁都要站队。这就是习近平过去2年以来，你看着他这个心态的这种变化。那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习近平的话语一直是在什么呢？在缺乏安全感和抓住机遇啊，这2个之间的摇摆，不断的在这2方面摇摆。你看，在这次去广西、去海南，你看三艘军舰下水啊，就是入列。那么其实本来是一件这个呲牙的事儿啊，给大家看我的肌肉、秀肌肉的事情，但你突然又冒出一个最困难的时候来啊，讲这个湘江血战最困难的事情来。所以呢，你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美贸易战对习近平的影响非常的大啊，非常大啊，对他的这种心态，对他在处理这个内外政策的方向来影响是非常大啊。那么从2018年开始算，中美的这种对抗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啊。
关于中美之间对抗的这个性质有不同的分歧，各种大家有不同的描述。川普政府的后期啊，中美开始对抗，然后开始爆发贸易战，最后贸易战推往前推进，变成了全面对抗，就开始滑向冷战。但是那个时候，我认为，川普政府一直到川普离任，中美之间还没有正式进入冷战，啊，还没有进入中美激烈对抗，滑向冷战，还没有进入冷战。那么核心的表现是什么？核心表现就是中美之间对抗激烈到什么程度？激烈到最激烈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川普政府把中国和中共分开，把中国人民跟中共分开，这是中美之间对抗最激烈的点啊。那么，当年的美苏冷战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最大的特征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啊。那么，杜鲁门时期出台了冷战宣传的纲领性文件，叫这个蒙特法案啊，史密斯蒙特法案，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发起对苏联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川普后期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把中国人民跟中共分开，把中共和中国分开，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战，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并不那么，它并不是主体啊，并不是主体。好，到了拜登，拜登上台之后啊，那么中美关系对抗的关系继续往前发展。那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是坏的不能再坏了，基本上已经到了最低谷了啊。拜登在多个场合试图去让中美关系呈现一个新的场景啊。他说，中美之间不是对手，不会进入冷战。他把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但是拜登政府实际上延续了川普政府的基本的对华政策框架，那么继承了大部分的政策工具啊。甚至在很多领域，他对中共的这种打击和围堵，比川普更凶狠啊，更凶狠。这里面形成这个落差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在任和不在任的区别啊，就是你坐没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区别。也许我自己感觉，也许拜登在刚刚上台的时候，他真没想让中美之间产生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级别的对抗，他可真不想。我觉得他刚上任的时候，或者是他在准备他的这个前100天的这个政治议程的时候，他还是先把国内问题搞定，再去搞中美关系的事情。所以等美国国内的议题搞定了再说啊。可是当他坐上了这个总统的位置的时候，那就情况不一样。为什么？那问题都会跑到他面前来啊。之前他没坐到这个位置上，问题不会在他面前，他不需要解决那些问题，他只要考虑我要执政的方向就行，问题不会跑他面前。但是他往那个桌子上一坐，问题全跑来。那当你去，他跟川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川普是什么？很多人讲川普是个商人，其实不对，川普是个老板，他从来就是当老板，他从一开始他就在当老板，他继承了这个他父亲给了他一笔钱，他就开始当老板，一直当到现在，所以他的身份就当老板。当老板的特点是什么？当老板的特点就是我想管的问题我就管，我不想管的问题我就不管它，我就放在旁边，这就是老板的态度。所以在川普执政的期间，他很多问题他根本不管，他只管他关心的问题，这就是川普政府的特征啊。但是拜登不一样，拜登他是政客，
他是不能够不管所有跑到他面前来的问题，他都必须管。为什么？你想，他是任期最长的参议员，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那这些参议员他的工作习惯是什么？所有跑到他面前问题他都必须管，他也必须管，他坐在总统位上他也必须管。你管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什么，你就深刻的理解。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那个问题，那就对抗。这就是你可以看，当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他手上的活越来越狠。这一点跟谁像？跟川普像。川普也没想着跟中国对抗，他是真正对抗是到了哪里？到了疫情发生之后，贸易战开打，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他发现他不强硬不行，他必须往前推，越往前推，因为往前推他能得到他想要的政治成果，而这个政治成果不是什么，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他必须往前走，是问题推着他往前走。所以无论是川普也好，拜登也好，他越往后，他的对华政策就越强硬。关键之处就在这里，之前他根本没管啊，所以呢，所以拜登，你看拜登上来就讲我们不把他当战略对手，中美之间没有冷战，不会打冷战。但是你现在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就是冷战，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冷战啊。那么特别是3月份以来，华盛顿就是美国拜登政府展开的这个盟友外交，盟友外交就是冷战啊。那么你可以看啊，协调盟友对华政策、统一政策，在新疆议题、在台湾议题、在香港议题，那么取得他的盟友的这个支持和配合啊，也符合这一点，非常的符合冷战的特征。冷战的特征就是什么？就是建立阵营，围堵对方啊。中国人讲势啊，习近平经常讲时与势啊。那么一旦这个趋势形成，那么你要改变或者是扭转非常困难，直到实现了这种趋势的结果。那你可以看现在中美之间，为什么我们讲中美之间是新冷战，是因为这个势已经形成啊，这种势已经形成。那么这种势之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出的这个战略竞争法案，其实就是这个势的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看作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的起点啊。从这个法案的这个动议来看，它是美国第一份跨党派共同制定的对华战略计划，一个重大的法案。它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美国的两党，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有美国民众共同对抗中国的一个共识。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新冷战正式成型的一个标志啊。那么，在整个的冷战期间，美国在地缘政治、然后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全方位的遏制苏联啊。那么建立联盟体系，实行出口管制，加强高科技转移，然后以及推动什么？推动宣传战，推动心理战，目的只有一个：打垮苏联啊。那么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这个新冷战，中国方面它并不能改变这个局面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方面是被动的，就是进入新冷战这件事情。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们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中国方面方法就是延缓双方的对抗，降低对抗的程度。但是他的做法有点
有点奇特，他只是想从政治上和外交上去用一些策略性的手段，降低双方的这种对抗的强度，但是他并没有改变整体对外扩张的这个战略。所以你想一下，其实它的整个船，这是一艘船，这艘船它是往前走，不断的往前走，没有停。然后眼见的，它跟另外一艘船正在往中间靠拢，甚至可能会撞上。那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的做法就是喊话，不断的喊话，我们要往前走了，你让开一点。结果没有，他并不调整方向，他没有调整任何方向，所以双方撞在一起的，变成一个不可改变的结果啊！这就是中国方面的态度。所以，但是有一点是超出中国的预料，就是美国方面这么快就进入了一个对抗模式，这是超出中方的准备啊。所以你看，从中国政府的表现来看，中国政府并没有为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或者是中美之间这么快陷入了这么激烈的对抗做好准备，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次的冷战和上一次的冷战，它并不是简单的翻版啊，这里面就共同点，你看，就是当第一次冷战主要的特征就是美苏两大阵营进行对抗，然后这个即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啊，就是这两样东西是核心啊。那么或者是这个，或者我们可以讲，就是大家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泾渭分明的一个状态。但是新冷战，我们说中美之间的这种新冷战，是有思想和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意识形态的这个成分和对抗强度不如美苏之间的美苏第一次冷战。为什么？原因有很多啊，原因有很多。那核心的原因就是这场冷战的起源来自于川普政府。川普政府其实在意识形态的领域的对抗没有那么强烈，后期强烈一点。来到拜登政府，拜登政府把民主放到他的对外核心、对外政策的核心的时候，意识形态才真正成为美国政府对抗中国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战略工具。但是呢，而且这虽然美国的盟友体系远远强于中国，但是这次的冷战呢，和以往和第一次冷战又不同啊。不同原因在哪里呢？不同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的盟友跟之前美国的盟友双方的关系不一样。在第一次冷战当中，美国的盟友基本上完全配合美国，那就不能说俯首帖耳，但是肯定是全力配合，这是没话讲。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美国的盟友没那么听话。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美国的力量相对于全盛时期，就是相对于第一次冷战时期，它的这个力量的分布不一样啊，就是说集中在第一线的力量比以前明显少。那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川普政府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是有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美国用于第一线的战略力量是减少了，所以相对于和美国的其他的盟友来说，美国的这个聚焦在前线的这个力量和以前是小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化产生的这个复杂的国际关系，让美国跟盟友之间，美国盟友和中国之间形成了某个程度的互相依赖啊，这种互相依赖，这个利益的交织，让这个美国的盟友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像第一次冷战那样全面的、全心全意的配合美国。
所以这个问题又不同。所以呢，美国的盟友在对华政策上会有一定的独立性你可以看欧盟的态度，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独立性是更强所以呢，就算是对美国而言，完全和中国切割可能性也不大完全脱钩是不行所以呢，拜登政府提出来的对华政策就是竞争、合作、对抗。那这三个主题其实是能够反映目前中美关系的这个特征的所以呢，基于这一次现在我们看到的中美冷战，所以有些人讲这个中美的新冷战可以称之为美苏冷战的1.5版。那么会不会成为2.0版？要看什么呢？可能性大不大呢？可能性应该不大。就是2.0版就等于就是把美苏对抗那种激烈程度的对抗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点？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就是台湾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就是说台湾问题其实是什么？台湾问题其实就是中美关系的临界点。中美在很多问题上，你可以看中美在很多问题上它是有调控空间的，双方是有退让的空间的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基本上没办法退，就只能挺着。所以你可以看，进入4月份，中国军机几乎每天都进入台湾的西南部防空识别区那么数量就增加到有的时候达到了25架次。其实你通过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压力再度成为热点，它就是不断的施加压力刚刚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最近在国会上说，他说中国可能在6年之内对台发动军事行动。然后最新上任的印太司令阿奎利诺阿奎利诺说中国侵犯台湾的问题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更近川普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在胡佛的一场这个讨论，这个题目叫中国有多危险。他这么说，他说台湾是与中国有关的最大的热点，现在正是一个极限危险的时刻麦克马斯特是这么说，他说使他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万一解放军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就他们自己宣传吹牛，结果把自己给吹昏过去了自己信了那万一解放军的指挥官认为这是习主席要我做的，于是呢就在某一个时刻让这个双方的冲突升级，双方的这个冲突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热战。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极限危险的时间点，那个危险实际上正在往上增加。麦克马斯特认为最关键的时间是什么？是2022年北京奥运会，就是北京冬奥会和中共20大之后他认为那是最关键点，因为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定下来，这是一个。然后台湾现在正在举行这个汉光37号的军事演习那么现在是进入前半段的电脑兵器推演，后半段是实兵演习验证。台湾国防部说，这次8天7夜每日连续24小时的兵器推演将以最严苛的敌情威胁景况来模拟敌军攻台各种可能性。那么7月份的实兵演练将以保卫、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制海、
联合国土防卫作为操演项目。为什么讲这个？8天7夜是什么？8天7夜就是台湾军方的一个军演的响定。响定是什么？响定就是设定条件。响定就是这个军演设定的条件。什么意思？台湾如果中国大陆武力攻台，台湾坚守1个月，1个星期，8天，就是叫8天7晚，等待援军到达，这就是台湾的军演的响定啊。我们反过来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什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习近平，这个上任啊，就是上台9年时间，中国树敌越来越多。我们不说美国，我们也不说欧盟啊，我不说这个欧洲其他国家，你就说亚洲啊，日本现在基本上翻脸了，日本基本上跟中国翻脸了。以前日本对中国讲话是非常谨慎的啊，会非常的温和啊，很多话他不直接说啊，现在已经不这样，直接针锋相对怼回去啊。然后南海周边啊，这个越南跟菲律宾啊，这因为领土问题，双方虽然没有翻脸，但是也差不多啊。这是越南跟菲律宾。那么印度就不用说啊，随时这个摩拳擦掌，随时剑拔弩张，而且印度的人口很快会超过中国。印度现在是青壮年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中年后期啊。然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40年来，本来应该跟这个世界主流进行接轨，最后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朋友只剩下了俄罗斯、朝鲜跟伊朗，而且都是面和心不和，心怀鬼胎。那么港版国安法让香港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事件啊，那么这些能够说话的人啊，抓的抓，判的判，逃的逃啊。这个香港最新的数据是什么？最新的数据是我看一下，我今天看到一个，香港正在修改这个入境条例。入境条例什么意思？就是保安局长可以制定一个规则，赋予入境处长，阻止某些人离开，啊，那么香港人就反对，说你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把门关上，不让人出境，啊，把香港变成一个牢笼。香港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香港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开放的，现在要开始修订这个入境条例啊，意思就是我可以把香港的门关上，关门打狗啊。然后这个彭博的研究报告说，今年2021年，香港大约会有13100个家庭到16300个家庭持 BNO 签证移居英国。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大概有0.9%到1.1%的人口会移居到英国，他们将会出售193亿美元的房地产，把这些钱带走。这就是香港现在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香港搞成这个样子啊，台湾就不用说了。那2年前，台湾习近平还在做一国两制台湾梦想，台湾方案的梦想啊。那么现在发现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然后他就开始军事威胁。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中国非常非常巨大的麻烦啊。所以你可以看，如果你把习近平上台到现在，把所有的政策连成一条线，你可以看见什么？
看见三个方向的结果。国内政治方向的结果是什么？国内政治方向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文革化，中国越来越文革化，这是政治方向的结果。经济方向的结果，中国已经过了这个高增长期，已经进入低增长期，经济风险越来越大，这是经济方面。对外关系方面，就基本上你就剩下那几个国家，这就是现在的。在这种情势之下，习近平该怎么办？继续干下去，然后打台湾？我觉得这条路对中国也好，对中共也好，对习近平也好，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请大家原谅我今天的迟到啊。另外，我今天要特别鸣谢一下我们的字幕组。我们之前公开招募了我们新的一些成员加入啊，然后我们的字幕组最近就非常的勇猛，字幕更新的速度非常的快。我这里特别鸣谢啊，特别报告大家，鸣谢我们的字幕组的辛勤的劳动啊。再鸣谢一下什么Table 谢谢，二师兄谢谢， Harry 冯谢谢， Rick Han 谢谢。好，提问：之前美苏冷战的终点是苏联垮台，请问王先生，这次中美对抗的终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对抗会持续多长时间。苏联和中国有不同的特征啊，所以他们会发生什么情况的变化，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进程。我们拍脑袋，我当然可以拍脑袋跟你讲，但是拍脑袋跟你讲的这个结果并不具有我们科学的分析的进程。所以我们有2点可以很清楚。第一个，苏联崩溃，苏联瓦解那么是苏联这个政体的结果。中共和苏共毕竟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的处境和苏联当时的处境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那么它掌握的资源远比苏联那个时候要大得多。所以从这个2个角度来说，第一，苏共跟中共之间的区别；第二，中国现在所处的世界所处的环境和苏联又不一样。所以在这2个条件之下，冷战我相信第2次冷战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中间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不好讲不好讲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做对这个对抗中美冷战的结果，似乎早了一点提问：从今天这期节目的选题看，王老师是对后习近平时代有所期许，请问是有什么样的期许？当然，我也不掩饰我也不掩饰，我希望中国的路向或者是往前走。我刚才讲，中国就像一艘巨轮，现在正在朝着冰山撞上去。那么船上面有很多人，有10几亿人。那我当然不希望这个船真的撞上去了，虽然我对这艘船深恶痛绝但是上面有10几亿人口那么多家庭，那我当然不希望，我还是希望它能够绕开，不要撞上去，要改变它的方向，这是我的期许。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期许，我的期许就是它要改变它的方向
提问：中共的不安全感一直都是用安全感的信息来自我洗脑。当习在需要连任选择的时候，习的选择也是中共这个政党属性的定义，是选择帝制还是选择候选人？请问王老师，习是否会学习毛？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但以习现在离死还有点远吧？才70多岁，所以我不觉得他面临这种级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其实不论对习也好，对中共来说也好，还是有缓转的空间的，不是没有空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不这么看，好吗？观点：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是走收割策略，是一波又一波的垄断中国某些领域的利益，所以这个战争越打是越有钱，不会损失美国的国家繁荣。相反，中国会越打越穷，打到民穷财尽。但是渔民只知道义和团加民族主义对抗，元气全部消散，才会认输。我不理解什么叫收割战略，能跟我解释一下吗？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战争是收割战略，一波一波垄断中国某些领域的利益，我不知道怎么去垄断某些领域的，你举个例子让我懂一下好吗？好，谢谢啊。观点：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训足以证明：一、统治者过度集权而没有弹性；二、大量农民被迫脱离土地，失去根本而认同其他民族；三、儒家思想崩溃而无法重建文官体系，导致地方割据成为常态。若三个危机，同时出现，则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走向崩溃。中国大一统格局结束，中国将重新以分裂成多方势力的形式，各自找各自的靠山，融入世界新秩序，进入全球化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不同意。为什么？如果你用中国历朝历代的叙事语境来衡量现在中国的发展进程，我认为是用错了这个叙事方式，所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观点：最近这几年，加速主义的网友越来越多，他们利用民族主义和原教旨社会主义，加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对立。这次赵婷被封杀，不排除有这部分的因素。我能够理解加速主义的观点，不能阻挡驾驶员驾驶汽车逆行，那么就加快逆行的速度，让车祸更加惨烈和提早到来。在这件事情上，乘客是无辜的。还有这种操作吗？就是说反话，说反话让这件事情加快到来。如果说反话能够让这件事情加快到来，那你说不说反话不是更厉害吗？你说呢？提问：为什么澳洲能够对中国特别强硬？在地缘政治上，它离得比较远，中国也没有在南海这一块地方跟澳洲对峙，是什么改变了澳洲的民意？我觉得还是五眼联盟吧。澳洲的国体还是五眼联盟的基础吧。它没有改变，它一直就是这样，它一直就是这样。五眼联盟，你看是这几个国家，除了新西兰现在改变了以外，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一样。观点：澳洲讲的是 mateship， 澳洲从没缺席过英国和美国参加过的任何一场战争。除了二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过澳洲北部，其他所有战争都没有任何直接影响过澳洲本土。澳洲这次对中国的强硬也是延续一贯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非常正确，就是这样。天朝对民众的洗脑一直灌输一切都是经济利益的对抗，从澳洲这次硬杠上很完美的打脸这种谬论，非常正确。情况跟疫情前相比，不管是省会城市还是地级市，晚上出来消费的人应该少了一半以上。以前热闹的街道商场现在冷冷清清。
其实现在天气暖和了，理论上应该开始进入旺季了啊。提问：前几天英媒爆出武汉实验室跟解放军可能一起研究生化武器，怎么时不时会有类似的新闻？包括前 CDC 主任也说病毒来自实验室，到底各国要不要去纠责？若不纠责，何必时不时报道这样的新闻？又是打嘴炮而已，还是故意在我们所有人的伤口上撒盐？不追究，又生怕我们忘记了，病毒是谁造成的？谢谢王老师。打嘴炮，打嘴炮也是炮，总比忘掉强。追责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突然一下子，你是说啊，我们要么就来个狠的，不来狠的话，啥都不能干，这也不对嘛，是吧？而且媒体就是发现了新闻就是要报啊，这是他的责任啊，他并不是说他是因为要追责他才报道这个新闻的，不是这样的。媒体就是看到了我就要报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追责是政府层面的事情，报道新闻是媒体的责任，它两者并不是勾结在一起的啊。当然，中国是媒体就是政府的一部分，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是啊。情况最近，郑州市春林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郭平的论文“熟鸡蛋反生小鸡”火了，感觉能和大跃进的亩产36000斤有的一拼。提问：最近央视播放陕西脱贫造假，是反习势力的反抗吗？还是有其他的可能？反习派这么明目张胆的说习脱贫造假，不怕习疯狂的搞掉他们？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你自己啊，对吗？你说呢？你觉得你定义成为反习势力的反抗，嗯，这还是那个故事嘛？把共产党分为保守派跟改革派，或者是反习派跟习派，我不这么看啊，我不这么看。陕西就是你别说陕西是习近平，整个中国都是习近平的好吗？那你只要有任何地方有造假，那你就是反习近平。如果你按照这个说法的话，你贪官也不能抓，对吧？所以我不觉得把这件事情变成这个语境能够反映这件事情的本质啊。情况，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2020年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是2657亿美元，但是香港的官方数据完全相反，对大陆的也是贸易顺差4010亿港元。这两个相反的数据一进一出，大陆的贸易顺差就比官方的数据少了3200亿美元。我没有看到，我没办法评价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观点：中国人骂架，经常连带对方的父母，甚至牵扯到祖宗十八代，这就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污蔑现象。文革没有清算，普通老百姓永远意识不到文革的毒害有多深。观点：其实不奇怪，一个小学生治国，志大才疏，还不如没什么想法，连平安过渡都做不到，可怜韭菜们一起陪葬。观点：习已经没有退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观点提问：王老师，你觉得对台动武经济大崩溃大概到什么程度？类似俄罗斯被美国制裁，2年 GDP 跌了37%，或者类似当年的亚洲金融经济危机，泰国2年跌了40%，这个程度吗？CCP 党内如何阻拦？最后希望台海和平。OK，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链条，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两岸打仗，第一个，西方国家肯定要贸易禁运吧，对吧？那么中国一年出口顺差5000多亿，5000多亿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出口企业肯定要倒闭一片吧，百万计吧，对吧？中国大概有1亿2000万人口，
是靠出口为生，出口贸易有1亿2千万就业人口，这个损失是没有办法弥补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打仗房地产你不用说吧，肯定要暴跌了，谁还那个时候还买房子啊，对吧？房地产暴跌，那你现在银行34%的按揭贷款你怎么弄？对啊，如果房地产一暴跌，大家都不供楼了，那银行肯定要崩溃吧？银行如果出现了坏账，银行出现了倒闭，银行出现了金融风险，人民币会怎么样？所以这是一系列的问题。你说经济崩溃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这叫什么程度。GDP 会跌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你肯定这一系列的环节会，这就是崩溃。我不知道崩溃到什么程度，但是这就是崩溃嘛啊！秦皇岛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发表民调，随机抽样1021人，其中一题，台湾人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不欣赏71.4%，欣赏15.5%。习近平在台湾的欣赏度竟然还有15.5%，跟国民党的支持度20%差不多啊。OK， 观点：时代体制发展到今天，习也无可奈何，搞不好就崩了。当他坐稳了，当他坐稳了之后，发现可以这么爽，其实也是我们自上而下的共和制度脆弱性或者虚无，等于有病痛了就不去医，只能吃止痛片。我们自上而下不是共和制度，共和制度不是自上而下，共和制度是自下而上，所以中共不是共和制度啊。情绪，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洗脑教育的问题，让民众变得无知，让民众普遍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OK， 观点，大部分国民选择了今天的现状，真正有反思去努力改变秩序，要不是被压制，要不就是选择沉默。到了最后，营造一个回音室，在信息高速流通现代世界中，中共又控制了信息权，会使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闭塞和不敏感。长时间的重复洗脑，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也放弃了努力，所以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改变。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明谢米卡卡，谢谢二师兄，谢谢。好，我们下个节目再见。下个节目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